伸出你的左手，看看手心之中是否有着这样一个印记。如果有，也许世界的命运将掌握在你的手里。通往无极之渊的路上布满了未知的艰难，少年侠岚们继承了先辈的意志，越过层层的荆棘，翱翔天际，寻找那道能指引方向的光芒。星空暗淡无光，大地满目苍凉，俯仰天地，不变的是他们那秉若日星的目光。战痴，没事，我还撑得住。战痴，你知道作为一个优秀的侠岚和一个差劲的侠岚有什么区别吗？我这不正领悟解决之道吗？哼，差劲的侠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只会一意孤行，走进死胡同，而优秀的侠岚则会采纳同伴的建议，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。想知道解决之道吗？浮秋老师，你想到办法了吗？听过这句话吗？同一只脚无法2次伸进同一条河水里。浮秋老师说的是，第一次踏进的河和第2次踏进的河是不可能一样的，因为河水是流动的。哦，没错，不论你伸脚缩脚的速度有多快，因为河水已经移动，而且严格的说，你的脚也已经不是刚才的那只脚了。这样啊？哼，没错没错。不过你再说说，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嘛，要想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，除非让时间静止。时间静止？混乱的木纹，这些混乱的木纹究竟代表了什么？究竟能拼出什么图案呢？可恶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这个感觉，怎么可能？鬼谷暗语被攻破了。很惊讶吗？鬼爪，你可真会唬人呢！攻击无效，照我看，
应该是一击奏效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哼，鬼爪，还记得吗？我说过，我们一会儿就能出来，然后我要狠狠揍扁了你。想不明白我们怎么能破坏你的结界吗？哼，告诉你也无妨。听好了，要想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，除非让时间静止。时间静止？别那么紧张，现在这道题比时间静止要简单一些，我们只需要让河流静止就行了。让河流静止？腐朽老师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？战痴，你刚才攻击结界的时候，没有感到什么吗？为什么你一次次蹦气，一点效果都没有？刚才每一拳打上去，明明是打在了结界上，但总感觉打偏了一样，不知道打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我之前的岩冰斩也是一样。我也是。陈月，你应该能感觉到吧？结界上灵力的流动。灵力在结界上不断的流动着，朝着一个方向环形运动着。没错，灵力流动着，让河流静止。腐朽老师，难道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得终止结界上的灵力流动？对。但终止了灵力的流动，真的就可以打破这个鬼谷暗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之前的攻击都感觉像是打偏了，没有对结界造成破坏。其实，原因就是灵力的流动，不断流动、循环的灵力，把我们的攻击分散到了结界里的每一面。结界里每一处的灵力都分摊了我们的攻击，所以真正击中一点的元气就很少了。再加上身为七魄的鬼爪的实力，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攻击，结界都完好无损。明白了，要攻破鬼谷暗语，就必须让流动的灵力静止。可是，要怎么做呢？逆向蹦气。对，一会儿我会逆向释放元气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要做到让灵力停止流动，只有一瞬间的时机。如果把握不住，元气过于压制灵力，其实只是相当于逆转了灵力运行的方向。所以，必须在绝对静止的那一瞬间发起攻击，明白了吗？伊恒希，攻击就拜托你了。好，开始吧。好。就是现在！就这样，你这个什么什么无效的破烂儿被我们破了。破了我的鬼谷暗语又怎么样？不过别以为你们这就算赢了。该走了，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誓言。可是去哪里找啊？唯一的情报来源已经被腐朽老师给打没了。用不着问他，跟我来。真没想到，原来发簪子就是腐朽老师的神坠啊！只要跟着发簪子里的元气，我们就能找到他们了。大家听好了，找到誓言后，速战速决，救走秋池，夺回司南。否则，誓言一旦隐形和我们周旋，那就麻烦了。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这到底要拼出个什么来呀？
居然能找到这里。鬼爪已经被你们干掉了吗？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哼，还等什么？动手吧！等一等，不要动手！叶痕熙、浮丘，求求你们不要动手，只有他能告诉我易硕的下落。我说的是你修好了思南，我就告诉你。可是现在，算了，无所谓了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易硕的下落是吗？告诉你吧，他就在这里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是易硕？一半一半吧，至少这身体是他的。多年前，我身负重伤，逃到了一处山谷，碰巧遇到了一个女人，她是易硕，而那个山谷就是百草谷。当时的她从山上跌落下来，划伤了腿，不能动弹。一开始，我察觉到易硕心中的一丝怨气，于是附体到了他的体内。那天，你本来答应他陪他来百草谷的。附体？既然附体，那用回声闪电不就行了吗？七魄在垂危时的附体，并不像平时可以去转化人类成为众灵，而是直接霸占了人类的躯壳，为己所用。这样的情况是没有办法驱除的。叶痕熙，你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一次次让易硕失望，伤了他的心。我知道，他不会原谅我了。你错了。我错了。可惜呀，我确实比你了解他。我自认为抓住了他的怨气，可是，在他的心境之中，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我刚进入他心境的时候，看到的是怨字。我准备控制易硕的身体，可是却发现，没错，是一个更大的爱字。我本来不想进入这个古怪的心境，但当时那里只有易硕一人，不附体他，我就活不下来。在我逐渐占据他身体的那段时间里，我看到了并拥有了他的记忆。受到他情感的影响，我理解了易硕深埋心底的一丝埋怨，也是因为被爱驱使产生的。还记得以前易硕是怎么鼓励你的吗？我最近做的东西，还是没人喜欢。没关系的，不要放弃。我相信你的发明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认可的。
可是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。我晚上睡不着，一直在想，究竟是什么地方做的有问题？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我觉得发明创造不能总是窝在家里，你应该出来走走，看看这个世界，敞开你的心扉，你会发现自己会有很多改变。很多改变？对呀，比如你的气就会越来越顺，气顺了，身体好，心情好，灵感自然也一个接着一个了。我的气？人体内的气如果不顺的话，一切都会不顺的。我给病人治病，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替他们理气。万物皆有灵，天地间的气其实和我们体内的气差不多，只不过天地间是先天之气，气在不停地流动。万事万物只要气理顺了，一切也就都顺了。比如树叶经脉，比如大树的年轮，比如山间的泉水，这都是气在流动的表现。理顺了我的气，真的会有很大的改变吗？相信我，这样一个支持你、鼓励你的妻子，怎么可能说离开就离开呢？哼，说来可笑，这些话居然会从我这个灵的嘴里说出来。对，我是灵。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？身为七魄，任务是最重要的。誓言，在易硕的影响下，他和别的七魄似乎有了一些区别，但，唉。秋池大叔，你怎么了？没想到，鬼爪附体秋池的时候，在他的身体里留下了一个灵树，灵力现在已经侵入他的心脉了。秋池大叔，秋池大叔，我该去陪他了。秋池大叔，你别这么说。以前，他最喜欢在这枫树林中散步。展翅，不要放弃寻找自己的姐姐。没有帮你们修好司南，真是对不住。我的气。等等，人体内的气如果不顺的话，一切都会不顺的。万物皆有灵，天地间的气其实和我们体内的气差不多，只不过天地间是先天之气，气在不停地流动。万事万物只要气理顺了，一切也就都顺了。比如树叶经脉，比如大树的年轮，
比如山涧的泉水，这都是气在流动的表现。原来是年轮。所谓的拼接，就是让树纹的纹理恢复到原本生长的样子。这样，树纹一顺，其中的气自然也就理顺了。太好了，秋池大叔，你成功了！秋池大叔，